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记得之前我有做过几个影片，是讲南艺去线下见面会跟策划面对面谈的一些东西。不过这些问答不是中国线下见面会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东西。那么在前几天，官方就做了一个线下见面会的一些问答，这些问答全部都是现场问到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问到什么东西。见面会有提到全新统帅朗纳尔是第10代步兵还是特色剧本统帅？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了，不过这边我们看官方的回复 SP 朗纳尔是特色剧本特色统帅，但是不是该剧本独有的，脱离该剧本也可以获得。该统帅的投放渠道是专属的投放渠道，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方式是有一个独立的方法获得。目前不会进入转盘最强执政官的活动中。 SP 朗纳尔在特色剧本中有独特的饰品机制，该剧本之外没有此饰品。所谓的饰品就是之前我介绍过的雷神腰带。那朗纳尔的事情呢，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了，这边就不多谈。第二个问题，见面会提到休假券大概是什么时候推出？这个休假券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了，会由国王发放给特定的玩家，休假玩家不会参与王国匹配。休假玩家可以正常的体验游戏，但是失落之地的一些活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这边我看到官方的问答，不管是中文版本还是英文版本都有写，也就等于说我们国际服依然也是有休假券。让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推出的时间这么突然了，在10月的时候就会推出，也就是多几天就会来了。目前我们的游戏版本是 1.0.86 版本，它是在87版本，也就是下个版本就会推出，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休假券呢，可以让一些玩家去休息。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都已经有说到休假券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到底是限制什么东西？策划的回答是无法出关卡室，也就是说依然可以进入失落之地，只是没有办法出去关卡室，不能参与失落之地的 PVP 集结、联盟增援等联盟行为，不能参与失落之地排行榜活动、清剿敌军、荣耀值排行榜等等。那还可以进入失落之地，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拿到休假券的玩家照理来说应该也不是什么捣乱的玩家，他们依然可以在这段期间慢慢去发育。进入失落之地中采集发育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休假券到底可以拿到多少个，还是说每一个赛季我们可能都有固定的数量可以发放给其他玩家？那么国王能不能休假？见面会提到兵法自由搭配是后续特色剧本内容，还是通过礼包获得兵法卡？那么这个兵法卡是剧本里面拥有的，就有点像之前的神机妙策那样子，是不需要通过礼包获得。不过我看到线下录制的片段，策划有说这些兵法卡其实有做了一些调整，跟神机妙策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我个人觉得改了之后应该也不会差别太大吧。第5个问题，千层特效和主层特效是否 V19 的效果？是只有登峰造极皮肤才可以显示这个特效，还是所有皮肤都可以显示？策划回答 VIP 到达特定等级之后，它这边所谓的特定等级都是 VIP 19啦，我个人觉得可以解锁一个新的商店，商店中可以利用 VIP 点数获得对应的特效，目前可以适应所有的皮肤。假设是全部皮肤都可以用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不过从这边我们也是得到一个答案了，如果我们要换取这些特效的话，都是通过 VIP 点数，而不是通过宝石或者是花钱。之前有一些玩家在猜测说，所谓的 VIP 19就是要换到特效，这些呢可能只是我们把 VIP 点数放在 VIP 19而已，担心之后购买一些特效需要花宝石或者是要花钱之类的。不过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他们开发这个商店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玩家的 VIP 点数太多了所以他们才特意推出这个商店，让我们用 VIP 点数去兑换。第6个问题，新剧本提到自由选择出身阵营和加成，请问该剧本是以个人为单位，还是联盟为单位，又或者是以王国为单位？那确实这个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啊，之前也是有看到一些观众问我这个问题。这一次新的剧本不列颠之王，你们可以选择要成为英军，或者是要成为维京人。就有玩家好奇，我是怎样选择呢？我是要通过王国的方式去报名，然后选择自己的阵营，或者是以联盟的方式进入到地图里面之后加入其中一个阵营之类的。甚至更好玩的方式就是报名成功之后，玩家全部都会送到地图里面，你自己选择要在哪一个阵营。不过这里策划的回答仍然是以王国为单位报名，但是选择阵营的时候是由匹配到一起的几个王国形成队伍选择，就有点类似像尼罗河之王。不过细节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尼罗河之王是我们自己去选队友，这个是我们匹配到一些组别里面再一起选择你要在哪一个阵营。
那实际上的玩法我们还是需要等到这个剧本正式推出的时候才可以介绍。第7个问题也是刚刚好回答我前面所问的问题，休假券的获得方式是直接赠送给王国一定的名额，还是需要用宝石购买或者其他的方式获得？策划答复每个月会刷新一些不需要购买和特殊移民名额类似，如果是类似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休假券我们拿到的数量应该是有限的，并且每个月都会刷新。所以说如果各位要使用休假券的话，还是要慎重考虑。不过我们打 KVK 的时间都有50天了，也就等于说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是不会用到休假券的。那我个人觉得比较保守的数量大概是3个到5个左右的休假券了，官方一般不会给太多。第8个问题 SP 朗纳尔统帅的使用是否有赛季限制？是第3赛季后才可以使用，还是所有赛季都可以使用？那这里策划的回答也是非常简短，政府赛季才能用。那这里可能有一些玩家就会想着说，这样我这些正常的征服赛季统帅在 KVK 3都可以使用，那是不是表示说在 KVK 3也可以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征服赛季的统帅呢，其实在统帅界面中有介绍到是第3赛季就已经可以使用了，也就等于说 SP 朗纳尔真的是要等到征服赛季才可以使用。第9个问题 SP 朗纳尔会不会在 VIP 19的宝箱中吗？答案是不会的。然后会问到这个问题也算是正常啦，因为已经有传出假的图片了，说 SP 朗纳尔会在 VIP 19的礼包里面拿到。在前面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会通过特殊的活动获得 SP 朗纳尔。下一个就是前面有提到的雷神腰带，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的剧本中使用？是不可以的，只能够在不列颠之王并且是朗纳尔作为副将的时候佩戴而已，其他统帅不能佩戴。那么雷神腰带是直接获取还是需要锻造材料？获取的方法是什么？经过一定天下大事之后就可以直接获得。这里所谓的天下大事就有点像纪念碑或者是编年史这样子，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假设还要玩家花钱去购买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都不会买单吧。只是觉得比较可惜，这个雷神腰带只能用在朗纳尔身上而已。假设全部统帅都可以使用的话就很好了。最后一个问题 SP 朗纳尔只能通过活动获得雕像，还是可以使用通用镜头觉醒？策划回答都可以，和正常统帅一样，你要丢镜头下去也可以，你要通过活动获得也可以，就有点类似像玛格丽特那样子。只是比较不能确定的就是它这个活动会维持多久的时间。假设通过活动获得雕像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多少个？不过最近统帅出现的时间有一点密集啊，那包括现在新的工兵已经推出了，然后10月尾又要推出朗纳尔，在12月左右又要推出领袖还有远程统帅，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比较急一点。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要觉醒朗纳尔的话，最好是提早准备好你们的镜头，毕竟第9代的统帅感觉都不算特别强啊，只能说强吧，但是只能平替掉我们现在的搭配而已。但是我们现在的队伍其实也不需要替换掉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是需要看朗纳尔的数值有多少，如果他的数值很高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